你好，欢迎收听。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你可能也感觉到的现象，甚至可能，就发生在你自个身上。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哎呀，这时间怎么总是不够用啊？就感觉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心里头呢老有点那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总觉得时间太宝贵了，得抓紧每一分每秒，是不是？但同时呢，你可能也发现了，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身边的年轻人，好像越来越多的把大块儿大块儿的时间都扔到听播客上去了。对。而且还不只是随便听听那种短的资讯什么的，很多人是完全沉浸进去，听那些一集就好几十分钟，甚至1、2个小时的长内容播客。是的，是的，这个特别明显。这就很有意思了，对吧？一边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焦虑的不行，觉得时间是特稀缺的资源的，得省得用；另一边呢，又心甘情愿地投入这么多时间去听，这看起来不是有点矛盾吗？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矛盾点确实抓得很准。所以啊，今天咱们就想深入的来探讨探讨这个现象，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么一个普遍都觉得时间挺焦虑的时代里，播客，尤其是像小宇宙这种专门做播客内容的平台，会在年轻人群体里头一下子就这么火，甚至能说是爆火了。这事儿，我觉得它不光是关于一个新的 App，或者说一种新的媒介形式那么简单，它可能牵扯到更深的一些，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东西。没错。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呢，主要的基础是来自一篇挺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再造时间意义：物质文化双重结构视角下的青年播客时间研究》。这个题目本身就挺有深度的，对吧？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围绕这篇论文的其他思考材料，整区能为你把里头的核心发现，还有那些挺深刻的观点，给您梳理清楚、解读明白。咱们的目标不是说就照着论文念一遍，那没意思，是吧？我们希望能跟你一块儿把里头的精华给它提炼出来，然后呢，掰开了揉碎了，真正去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方式好。那么咱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具体是啥呢？我们希望能跟你一起，就好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现象给揭开。我们会试着去理解播客这个媒介，特别是以小宇宙为代表的这种平台，它到底是怎么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运作的？它是怎么好像帮助他们再重新创造，或者说是重新定义这个时间的意义？再往深了说，这个现象它又反映出我们现在这代年轻人，他们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有什么样的精神困境，还有哪些潜在的心理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你看，这不单单是关于听播客了，它其实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年轻一代，他们是怎么在寻找意义，怎么在寻找那种确定性的感觉。准备好了吗？咱们这就开始一块儿来深入的探索一下。好的。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矛盾感，还有这个现象本身确实都特别值得咱们花时间、花精力去仔细的看看。而且这篇研究论文呢，也确实抓住了这个关键点。他一上来就提到播客这种音频媒介的形式，在中国其实不能算是新能事物了。早就有了。对，你想早在10几年前。那个时候网络刚开始发展，其实已经有各种形式的播客存在了。比如呢？比如说一些电台节目，他们会把内容放到网上，对吧？还有一些就是个人自己录点东西，分享一下看法什么的。我知道，以前听过一些。对，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播客在中国它就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有点不温不火，没太形成气候。好像是这样。直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出现了，就是2020年。2020年，对，那一年专门为播客设计的 APP 小宇宙上线了。这个 APP 一出来就好像一个催化剂一样。怎么说？它一下子把中文播客市场的那个热情给点燃了，然后就带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就感觉突然一下，很多人都在谈论播客，都在听播客了。哇，所以小宇宙是个很关键的节点。没错，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是这次播客热潮起来之后它的用户画像呈现出特别鲜明的特征。研究里头就指出来了，播客的核心听众群体非常年轻化，大部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高学历。对，而且他们不光是用户，还表现出很高的用户粘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是偶尔听一听、消遣一下就算了，而是经常听。对，是把听播客这件事儿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去了，变成一个习惯了。啊，明白了。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引人注意，就是女性用户的增长尤其迅猛。哦，女性用户。对，根据小宇宙平台自己透露的数据啊，他们平台上的女性听众比例甚至能高达70%左右。70%，这么多。是啊，这个比例相当高了。你想想，这跟咱们过去可能印象里头觉得很多科技产品啊，或者新兴的媒介呀，早期用户都是男的比较多，那个情况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确实是，印象里好像搞技术的、玩新东西的男生多一些。对吧？所以这个高达70%的女性用户参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的，社会文化现象了。为什么是女性？她们在播客里找到了什么？这都很有意思。哇，70%的女性用户占比，这确实是一下子就颠覆了好多人那种固有的印象，也让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感觉更有嚼头了。那就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核心的矛盾点上了。一方面呢，是社会上还有我们自己平时感受到的，都在不停地说，现在的年轻人呢，有意义危机，有时间焦虑。那你看，我们耳朵边上老是听到各种形容这种状态的词儿啊，是吧？比如说佛系青年，佛系，好像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似的。还有比如说躺平，躺平这个词儿也特别火。对，就比如说，哎呀，竞争太激烈了，我不玩了，我选择过那种低欲望的生活。还有那个内卷，内卷，对，就是形容那种没什么意义的内部竞争，大家互相消耗，搞得人都特别累。这些词儿能这么流行，它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挺普遍的状况，就是对现状不太满意，对未来有点迷茫，感觉自己的时间被工作啊或者学业啊给挤压得太厉害了，有一种困境感。是的，这种普遍的感受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数据告诉我们的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研究里提到，现在的年轻人平均每周花在听播客上的时间达到了4.1小时。每周4.1小时，这不算少了。对啊，这还只是平均数。更吓人的是什么呢？有些那种深度的用户，就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们累积收听的时长甚至超过了1万个小时。1万小时？我的天！你想，1万小时是什么概念？就算你每天听3个小时，那也得坚持差不多10年呢。这太惊人了，这得是多大的投入？是啊，所以这就说明，播客对于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来说，它绝对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消遣。肯定不是。它已经变成了占据他们大量时间和注意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了。那么，这种在时间极其宝贵的焦虑感和心甘情愿投入大量时间听播客的行为之间，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就是我们这次探讨最想解开的那个核心的谜题。它背后肯定有比打发时间啊、随便听听啊更深层的原因在里头。没错，这个巨大的反差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在咱们试试去解开这个谜题之前，可能得先看看，过去的一些研究，或者说大家通常的看法是怎么解释人为什么会去听播客这个问题的。好像就是现有的那些解释，并不能完全说明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特别是在中国年轻人里头出现的这种热潮，对吧？对，你提的问题非常关键。在我们深入探讨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之前呢，确实有必要先稍微回顾一下，就是已有的那些解释路径，看看他们各自说了什么，又有哪些地方可能不太够。总的来说呢，过去解释人为什么听播客，主要可以归纳成2大类的视角。那2大类。第一种视角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功能视角，或者说是那个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一种延伸。使用与满足。对，这个理论就认为，人使用一种媒介，是因为这个媒介能满足他的某些特定的需求，很直接，对吧？听起来很直观。具体到播客上呢，这种观点就认为，播客主要满足了2方面的需求。一方面呢是认知需求，也就是获得知识、
了解信息、学习新的技能。哦，就是学东西。对，比如说很多人去听那种讲行业分析的、讲语言学习的，或者讲历史文化的播客，它的目的就很明确，就是为了提升自己、长知识。这个我理解。很多人是这样。另一方面呢，是情感需求，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情感需求，比如呢？比如说寻求陪伴感，尤其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听个声音感觉没那么孤单。再比如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就是听到一些跟自己想法或者经历很像的内容，觉得原来有人懂我。对，找到共鸣很重要。还有缓解压力，听点轻松的东西放松一下，获得一些慰藉，或者是建立一种虚拟的社交连接，感觉跟主播或者其他听众有某种联系，等等等等。不可否认啊，播客确实有这些功能，很多人也确实是冲着这些目的去听的。这是第一种视角，功能视角。功能视角满足认知和情感需求。好，那第二种视角呢？第二种视角可以叫做物质视角，或者说带点技术决定论色彩的视角。物质视角，技术决定论。对，这种观念呢，它更强调的是技术的发展在播客普及这个过程里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认为播客之所以能够像现在这么流行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一些物质条件的成熟。哪些物质条件？比如智能手机，现在基本上人手一部了吧？这就给你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听的端端设备。这倒是。还有 Bluetooth 耳机，现在用的人也特别多，尤其是那种降噪耳机一出来，哇，那个收听体验一下子就好很多了。对，戴上耳机，世界就是你的了。没错，而且关键是解放了双手，对吧？你就可以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听了，场景一下子就多了很多。再加上移动互联网还有 WiFi 的覆盖，使得你在线听或者提前下载好节目都变得特别方便。所以你看，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毫无疑问大大降低了听播客的门槛，让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容易获得的媒介形式。这就是物质视角强调的。技术让听播客变得更如意、更方便了。对。好，那这两种视角，一个讲需求满足，一个讲技术便利，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放在一块儿，好像还是没法完全解释清楚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特别是在中国年轻人里头出现的这股博客热潮的所有方面。对，没错。就像你说的，这两种视角，他们各自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合在一起看呢，就觉得还是有一些关键问题没回答。比如说，这个功能需求，不管是认知还是情感，其实一直都存在，对吧？人一直都需要学习，也一直都需要陪伴。是这样。然后呢，技术条件像智能手机蓝牙耳机、移动网络，其实在前几年也已经相当成熟了，普及率也很高了。对，好像也不是这2年才有的。没错，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2020年之后，播客才迎来了这么大规模的复兴和爆发式的增长？对啊，为什么是现在？还有，为什么是青年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对播客表现出这么高的热情，这么强的粘性？其实排散的女性用户也是个很特别的点。光是用满足需求和技术方便这2个理由来解释，好像就有点太平了，忽略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更结构性的因素。而且这些既有的视角往往会把听众看成是被动的需求满足者，你有什么需求我就给你提供什么，或者呢，把他们看成仅仅是技术发展的受益者，技术进步了你就能用了。好像是有点被动。对，他们可能没有充分的去捕捉到这个行动者，也就是这些年轻的听众，他们自己本身的那种主观能动性，也没有完全揭示出他们和这个技术物，比如说小宇宙这个 app 本身的设计，它的功能特点，还有他们所嵌入的那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比如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时间焦虑意义危机这些，这3者之间那种特别复杂的动态的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关系。你是说人和技术还有社会环境这3者是互相影响的？没错，这才是关键。而我们今天主要依据的这篇研究论文呢，它最大的贡献或者说它最核心的洞察力就体现在这里。
它适度要超越前面那两种视角，提供一个更整合的、更深刻的解释框架。他提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论点，就是说青年群体他们如此投入地，甚至可以说近乎有点沉迷地去收听播客，这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媒介消费行为，也不是单纯为了获取点信息或者找点陪伴那么简单。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篇论文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青年群体在面对深刻的意义危机和强烈的时间被剥夺感的时候所进行的一种集体的，尽管这种集体性可能是无意识的，一种试图夺回确定性 recapture certainty 的实践。夺回确定性？对，夺回确定性。这是一种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通过播客这种媒介，试图重新找回对时间、对意义，甚至是对自我的一种掌控感的尝试。哇，夺回确定性，这个说法感觉一下子就点到那个核心了，非常有力量。听起来这就不只是关于听播客这个动作本身了，而是关乎年轻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种更深层的心理需求和他们找到的一种应对策略。没错，可以这么理解。那么这篇论文具体是怎么样来阐释这个夺回确定性的过程的呢？他提出了一个听起来稍微有点学术的分析框架，叫物质文化能动。这个框架能不能用更直观一点、更贴近咱们平时生活经验的方式，帮我们把它拆解一下，让我们好理解它到底在说个啥？当然可以，没问题。这个物质文化能动的框架啊，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抽象，但实际上呢，他想抓住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3个联系的特别紧密，而且哪个都不能少的维度。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动态的三角形，3个角分别是物质、文化和能动性。这3个角之间呢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不是孤立的。一个三角形，3个角，物质、文化、能动性。好的。咱们先来看文化 culture 文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大环境，给我们设定的一套游戏规则，还有一套价值目标。游戏规则和价值目标？对，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文化里头啊，有2种观念可以说是特别突出，而且对年轻人的影响特别深。第一种呢，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化自我实现的期待。什么意思呢？就是社会普遍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你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要获得成就，要在那个社会的阶梯上不断的往上爬，最终实现所谓的成功。就是要成功，要优秀，这个感觉很强烈，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时间效用观。时间效用观。这种观念就特别强调，时间啊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线性的资源。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被用来做有用的事情，不能浪费时间。对，浪费时间不仅是可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是有点不道德的。你得对得起你的时间。哇，这么严重？有点这种感觉。你想想，这2种文化观念，要成功和不能浪费时间，他们再叠上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优己主义。优己主义 meritocracy 那个？对，就是那个过度强调个人努力和绩效表现来决定你的价值的那种观念，再加上整个社会都在追求效率、追求速度的那种速度文化，这几股力量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压力。的确能感受到这种压力，是吧？这种压力就使得年轻人普遍地感到时间特别紧迫，心里老是慌慌的，生怕自己落后于别人。同时呢，也特别容易在达不到社会期待的时候感到焦虑，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没什么意义，意义感缺失。是的。论文里头引用了一位受访者的话，我觉得特别生动。这位受访者代号是 HOF06， 她是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年轻女性。她说什么了？她说啊，中国人看英剧还说自己是在学习，它会演变成一种自主的，就是我要学习更多的东西，我才能变得更优秀。哈哈哈，看英剧都得说是学习，这有点意思。这种活动都可能被赋予一种学习提升的功利性目的。时间用的有效率，用的有价值，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文化这个层面的背景，是那个大的规则和压力。明白了，文化层面就是这种要成功别浪费时间的巨大压力。那三角形的第2个角，物质呢？好，接下来咱们就看物质。
material 这个叫物质。这个指的就是用来实现文化目标或者说应对文化压力的那些具体的工具、技术和媒介。在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语境下呢，这个物质主要指的就是以小宇宙 APP 为代表的这种播客平台，以及播客这种音频内容形式本身，手机、耳机这些硬件也算在内。哦，就是具体的东西。对，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或者能直接使用的东西。这些物质要素所提供的可供性 affordances 是特别重要的。可供性 affordances 这个词有点专业，能解释一下吗？没问题。可供性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物品或者一个环境，它能够提供给行动者，就是使用它的人，去做某些事情的可能性。哦，就是它能让你干什么？对，就是这个意思。比如一把椅子，它的可供性就是能让人坐；一部手机，它的可供性就多了，可以打电话、上网、拍照等等。明白了。那播客和小宇宙 APP 它们提供了哪些关键的可供性呢？润得好。这篇研究认为有几个特别关键的可供性。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播客这种音频形式，它天然就适合在多任务场景下收听。可以一边干别的一边听。没错，你可以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听，对吧？可以一边做家务一边听，可以运动健身的时候听，甚至洗脸刷牙都能听。它允许你并行处理事务。对，这个特别方便。这个可供性就特别重要了。它让你觉得好像利用了那些原本可能被看作是浪费掉的边角料时间，这就直接回应了前面说的那个时间效用观带来的焦虑感，让你觉得我没闲着，我还在吸收信息或者放松呢。有道理，感觉时间没白费。这是第一个。其次呢，像小宇宙 APP 的一些具体的设计细节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可供性。比如它里头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功能，叫做评论区时间戳。我知道这个，就是可以在某一秒评论是吧？对，就是你听到某一句具体的话或者某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可以直接针对那个时间点发表你的评论，或者给别人个评论点赞。这样一来，你看那个评论区就不再是泛泛而谈了，它变得特别精准，就锚定在内容的特定时刻。对，很聚焦。这就使得那些在同一个点上有相似感受或者相似想法的听众，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在那个精确的点上找到共鸣，产生一种原来你也这么想，或者对，他说的太对了那种连接感。这种感觉挺奇妙的，是吧？这就大大增强了那个社区的互动性和归属感，也是一种重要的可供性。再有呢，就是播客提供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私密，但同时又充满了陪伴感的收听体验。私密又陪伴，这怎么理解？你想你通常是自己一个人戴上耳机听，对吧？这就进入了一个好像只属于你和那个主播声音的世界，挺私密的。是的。但同时呢，那个声音就在你耳边娓娓道来，像是有一个朋友在你旁边轻声聊天一样，又能给你带来一种陪伴感，驱散孤独感。这么说也对。论文里头就提到小宇宙的创始人他就曾经表示过，希望把小宇宙打造成一个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对，就是希望能为那些在焦虑和迷茫中感到孤独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获得确定性、获得内心安宁的角落。这个定位挺暖的。据说小宇宙里头的很多功能设计，比如说它特别强调社区的氛围，鼓励用户之间的互动，这些都跟创始团队对早期那些用户社群里头那种特别渴望连结、寻求陪伴的需求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观察是分不开的。他们看到了这种需求，然后通过产品设计来满足它。所以你看，这些都是物质层面提供的可能性，提供的可供性。明白了。所以物质这一块，就是播客这种形式，还有像小宇宙这样的平台，提供了很多方便我们使用的特性，比如利用碎片时间，找到共鸣点，获得陪伴感等等。好，那三角形的最后一个角，能动性呢？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三角形的第三个角，能动性。Agency。 能动性这个角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青年作为这个行动的主体，他们并不是完全被那个文化压力牵着鼻子走的，也不是说
就只能被动地接受技术提供给他们什么，他们就用什么。哦，人不是被决定的。对，他们是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创造力的。他们在那个文化设定的规则和物质提供的条件之间，是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他们会去利用这些条件来应对那个压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说的那个试图夺回确定性的目标。年轻人是主动的。没错，这种能动性呢，具体可以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生产上，生产，对，比如说小宇宙这个 APP 的创始团队，他们本身就是年轻人，对吧？他们洞察到了同龄人的需求，然后发挥创造力，把这个平台给做了出来。创造了工具。同时呢，现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选择自己拿起麦克风，成为一个播客的创作者，我们叫 podcaster。对，主播越来越多了。是的，他们开始分享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知识。你看，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内容的消费者了，他们也变成了内容的生产者，变成了意义的共同塑造者。这也是能动性的体现。从听到说。对，这是生产方面。另一方面呢，能动性更广泛的体现在消费上。消费就是听播客这个行为。对，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他们主动的选择把听播客这件事儿纳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头。他们是有意识的，或者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在利用播客这种媒介形式来管理自己的时间，比如填充那些碎片化的时段，来获取信息，来寻求情感上的慰藉，来抵抗那种焦虑感。通过这些主动的收听实践，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掌控了自己对时间和意义的感知，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动性。选择听什么，怎么听，用它来干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行动。完全正确。所以你看，这个物质文化能动的3角框架，它就告诉我们，青年播客热潮之所以能兴起，它绝对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是深深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就是那种压力和焦虑。同时呢，它又借助于特定的物质基础条件，也就是播客和平台提供的那些可供性，并且它是通过青年自身主动的实践和选择，也就是他们的能动性。这3者之间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塑造，才最终形成的这么一个现象。只有理解了这个框架，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把握住这个现象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明白了。哇，这个物质文化能动的3角框架确实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写实力的视角，感觉一下子就把很多东西都串起来了。它把那个外部的环境压力、文化、我们能用的工具、物质，还有我们自己内在的主动性、能动，这3样东西给联系到一块儿了。是的。所以这个核心的逻辑我捋一下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文化层面，我们普遍感受到那种时间焦虑啊、意义追寻呢，这种压力特别大。然后呢，年轻人就发现了，在物质层面，播客这个东西，特别是像小宇宙这样的平台，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是呢，他们就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主动的去选择、去利用这个工具，然后通过听播客这个行为来重新塑造自己对时间的体验、对时间的感受。非常准确，就是这个逻辑。哎呀，这么一说，听起来真的就好像是一场，您看他也提到那个词儿，时间的炼金术。哈哈，时间的炼金术，就好像这帮年轻人呢，都变成了时间的炼金术士。他们把那些原本可能被看作是挺单调的、挺无聊的、碎片化的，甚至可能还会引发焦虑的边角料时间，比如说上下班路上啊、做家务的时间啊，然后通过听播客这么一个动作，往里头加点料，动一下，就把它们给转化成了某种形式的黄金时间，赋予了它们新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比喻我非常喜欢，时间的炼金术确实特别贴切，它很好地抓住了这篇研究想要表达的那个核心观点，就是再造时间意义。这个比喻真的很有画面感。那么这场时间的炼金术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或者说年轻人通过听播客具体炼出了什么样的金子呢？
他们到底是从中获得了什么东西，才能够说自己再造了时间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夺回了确定性呢？是不是所有听众他们经营这场炼金术的方式，还有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完全一样的呢？好问题。时间的炼金术这个比喻既然这么贴切，咱们就顺着它往下说。具体是怎么再造时间意义的呢？研究发现啊，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2个核心的维度上，或者说年轻人从播客里头炼出来的金子，主要可以分成2大类。哦，2大类。对，第一种呢，可以把它叫做生产性 （productivity）。生产性。这指的就是通过听播客获得了知识、信息、技能，提升了自己的认知水平，拓宽了眼界等等。最终目的是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维度上呢，时间就被赋予了学习、进步、投资自我这样的意义。听播客变成了一种获得人力资本，甚至是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听播客变得更有用、更能干了。对，可以这么理解。这是第一种金子。第二种呢，则可以叫做社会性 （sociality）。社会性。这个指的是通过听播客获得了情感上的连接，获得了陪伴感，找到了归属感，或者在里头找到了共鸣，感觉自己被理解了，得到了支持。在这个维度上呢，时间就被赋予了慰藉、放松、与人连接这样的意义。听播客变成了一种满足情感需求、构建社会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是虚拟的一种方式。就是感觉不孤单了，心情变好了，跟人有连接了。对，说得特别好，就是这2大类，生产性的和社会性的。然后呢，基于对这2个维度侧重点的不同，研究就进一步识别出了大概有3种比较典型的行动者画像，或者说是3种不同类型的时间炼金术士。3种类型。对，当然了，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啊，这3种类型它并不是那种泾渭分明的，不是说你属于 A 类就绝对不可能是 B 类，不是那样的。不是绝对的。对，它们更像是一个光谱上的不同区域。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上可能会同时具备不同类型的特点，或者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心境下面，它主要的收听动机和行为模式也可能会发生转变。明白了，是个动态的光谱。对，但这3种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听众在实践中的那种多样性。好，我们来看看这3种类型分别是什么。第一类，研究者把它叫做工具型行动者 （instrumental actor）。工具型，听名字就感觉很目标导向。没错，你说对了，他们的核心目标啊非常明确，甚至可以说有点功利，就是追求效率，追求个人成长。他们把播客主要是看作一种获取信息、学习知识、提升技能的工具。这种类型的听众呢，往往对自己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规划，比如说可能是一些职场人士希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或者是一些学生希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们通常有比较强的目标导向，可能还抱有那种终身学习的观念。研究访谈里发现啊，这类听众可能在学历啊、收入啊这些方面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生活节奏呢也可能比较快，所以他们对时间效率就特别看重。典型的上进青年的感觉。有点那个意思。那在收听行为上呢，他们就会非常有选择性，非常精准的去挑选那些信息密度高、内容硬核、对他们当前的目标有直接帮助的节目。可能是一些深度访谈呐、行业分析呀、技能教程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在处理一些不太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的时候，比如我们前面提到那位受访者 OF06， 他在处理一些比较熟悉的工作任务时，就并行收听，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时间的利用率，让自己感觉今天很有效率，没浪费时间。甚至有些人呢，会像对待一门课程一样，专门安排时间，非常专注的去听，而且还会做笔记。哇，听播客还做笔记，真是当学习了。是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特别强调学以致用，
会努力的把从播客里头听到的知识啊、方法啊，或者是一些经验教训呐，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或者生活中去。比如研究里头就提到了一个例子，是一位创业者，代号是 LOF04，他们公司当时遇到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后来就是通过听某个相关的播客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且用到实践中之后，觉得效果还挺好。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工具型应用。直接解决问题了。对，所以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内容的使用价值和信息含量。对他们来说，这个播客有没有用，是衡量它价值的最重要标准。为了获得这些干货，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播客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比如说，可能音质不是那么完美，或者主播的表达方式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那种风格等等，但只要内容够硬核，他们就能接受。明白了，工具型核心就是有用，为了成长和效率。好，那第二类呢？好，第二类呢叫做情感型行动者 Emotional actor。情感型，这个听起来就跟工具型很不一样了。对，可以说是相当不同。他们的核心目标跟工具型那种追求效率完全不同，他们更侧重于寻求情感层面的体验、共鸣和陪伴感。他们听播客主要是为了获得情绪上的满足，比如说放松一下，找点乐子，或者得到一些慰藉，或者呢，就是为了找到一种好像有人在身边陪着我的那种感觉。哦，追求的是感觉。对，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和体验。研究发现啊，这种类型的听众往往可能正处在生活的某个过渡期或者变动期，比如说，可能是刚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或者是换了新的工作，搬到了新的城市。这种时候，人际关系可能需要重新建立，内心就比较容易感到迷茫啊、孤独啊，或者压力比较大。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他们对情感支持的需求就会更加突出。人在脆弱或者转变的时候，确实更需要情感连接。是的，那么在收听行为上呢，对他们来说，听播客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他们往往是在那些边角料时间，比如上下班通勤的路上啊，晚上睡觉前呢，或者周末做家务运动的时候，伴随式的收听，就是让那个声音在那儿响着陪着自己。他们不一定特别刻意的去记忆或者吸收节目里头讲的所有信息点，他们更在意的是收听这个过程本身给自己带来的那种感受。比如说那种放松的感觉，那种亲切的感觉，或者那种被理解、被看见的感觉。更注重过程体验。对，而且通过长时间的收听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固定的主播，他们会跟这些主播之间建立起一种，虽然是远距离的、非面对面的，但是却很稳定、很信任的关系。社会学上管这个叫准社会关系 （parasocial relationship），或者说是一种弱连接。感觉上呢，就像是多了一个电子朋友或者声音玩伴。电子朋友这个说法挺形象的，是吧？就像研究中引用的几位受访者，比如代号是 MOF02 和 LMM12的，他们就提到播客能够提供非常重要的情绪价值，让他们觉得很轻松、很愉悦，能在主播分享自己的故事或者感受的时候找到共鸣点，甚至能够从主播的讲述中获得一些面对生活困难的力量感，觉得原来别人也经历过这些，他们挺过来了，我也许也可以。这种力量感很重要。是的，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收听过程中的体验好不好，情绪价值高不高，能不能让他们感到足够放松。正如另外几位受访者，比如 LFO05 和 HOF10 说的，这类播客它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很轻松，也不用动脑子，就好像一个可以随时投入进去的温软的怀抱一样。对他们来说，播客甚至小宇宙这个 app 本身都被赋予了一种人格化的色彩，不再仅仅是个工具了，更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陪伴者，一个朋友。明白了，情感型核心就是陪伴和共鸣，为了情绪的满足和慰藉。好，
那第三类呢？前面说还有一类。对，第三类，研究者把它称为复合型行动者。复合型，听名字就是结合了前面两种。没错，顾名思义，就是他们希望能够鱼与熊掌兼得。他们的目标呢，就是既看重播客提供的信息知识价值，也就是我们说的生产性，同时呢，也追求情感上的满足和慰藉，也就是社会性。他们期望通过一次收听行为，能够同时实现效率提升和情感滋养，达到一个双丰收的效果。哦，要求还挺高，既要干货，也要感觉。是的，要求确实更高更综合。那么在收听行为上呢，正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更加多元，这类听众啊，往往会对播客节目本身提出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他们可能既希望这个内容啊，得有深度有干货，听完了能有启发有收获，同时呢，他们又希望这个主播的表达方式得风趣幽默，得有感染力，让人听着舒服。而且可能对 audio 的制作质量啊、节目的节奏啊等等，也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总之，就是哪方面的不能太差。要求全面。对，这类听众呢，可能也常常是处在生活或者职业的某个转变阶段。比如研究中就提到了一个例子，是一位刚从学生身份转变为职场新人的受访者，代号是 LFO3。他就明确地表示，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他既需要一些实用的方法论指导来帮助自己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同时呢，因为压力比较大，也特别迫切地需要一些情感上的安慰来缓解自己的焦虑情绪。你看，他就是典型的既要方法也要慰藉。转变期确实需求会比较复杂。是的，复合型用户在实践中呢，也常常面临一个时间和需求的平衡问题。有时候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获取信息，满足那个生产性的需求，他们可能会选择倍速播放播客。啊哈，倍速播放，这个我身边好多人这样干。是吧？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特别有意思，它恰恰体现了在那种追求效率的文化规范的压力下，个体为了既要获取信息，又不想花费太多时间，所做出的一种能动的调试和选择，既想听，又想快点听完。是这么个道理，用倍速来平衡。对，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如何在那个工具价值和情感需求之间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寻求一种性价比最高的时间投入方式。正如另外一位受访者，代号是 HOF01，他描述的那样，播客对他来说，既满足了他获取信息的需求，同时呢，又以一种比较简单、自己可以控制的方式，提供了类似于跟人交流的那种陪伴感。这种可控的、成本又比较低的连接方式，对他来说就很有吸引力，既有收获又不累。明白了，复合型就是既要又要，追求一个平衡点，性价比较高。工具型、情感型、复合型这三种类型划分的确实非常清晰。最后呢，还需要再次强调一点，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呢，它不是僵化不变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流动的。对，是流动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不同的生活情境，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心境的时候，他的主要需求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论文里头那位受访者 MOF02，他就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转变经历。他怎么变的？他说啊，他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刚到一个新环境，人际圈子还没建立起来，就觉得比较孤独。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主要就是听一些情感陪伴类的博客，需要那种慰藉感。可以理解。但是呢，到了大二大三，随着在大学里头慢慢熟悉了，人际关系也逐渐稳定下来了，他的需求就变了，他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收听更多跟自己专业相关的、知识性更强的博客内容了。从情感需求为主，转向了知识需求为主。对，这个例子就特别生动地说明了时间炼金术的具体方式和它的目标本身也是在流动的，是动态发展的。可能今天你是工具型，明天遇到点事儿就变成情感型了，过段时间又变成复合型了，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个补充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理解这三种类型不是给人贴标签，而是描述一种状态。
哇，听您这么一分析，这个分类确实非常清晰，而且特别有洞察力。感觉他把不同听众在听播客时候的那种状态啊、需求啊，还有背后的动机啊，都给描绘出来了。工具型的就是为了效率，为了成长；情感型的呢，是寻求陪伴，找到共鸣；复合型的是希望两者都能得到满足。而且您还特别点出来，这种需求是会随着时间和具体情况变化的。听完您这么一分析，我感觉好像更能理解我自己或者我身边朋友听播客的那些行为了。原来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在用自己那种独特的方式，在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时间炼金术，是吧？试图在日常生活的那些缝隙里头，为自己创造出一些价值和意义来。正是如此，你说的特别好，在日常的缝隙中为自己创造价值和意义。这可能就是播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一个非常核心的吸引力所在。那么让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深入探讨的这些核心内容吧。我们关注的这个现象，青年播客热潮，特别是以小宇宙这类平台为代表的迅速崛起，我们发现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迭代的故事，或者说仅仅是某种新潮的内容形式获得了胜利。肯定不止于此。对，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个表面去看，就可能会错过它更深层次的原因。这项研究告诉我们，这股热潮背后更深刻的驱动力在于，播客已经成为了当代青年在面对巨大的社会文化压力，比如说那种无处不在的成功学焦虑，那种对时间效率的极致追求，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比如说时间的碎片化，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还有原子化社会可能带来的那种疏离感。在面对这些的时候，进行自我调试，主动地去寻求意义，并且试图夺回对生活和时间掌控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或者说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意义实践场域。一个实践意义夺回掌控感的场域。对，通过我们前面详细拆解的那个物质、文化、能动的三角互动框架，也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压力之下，借助于播客这种物质媒介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然后青年发挥他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进行选择和实践。通过这个过程，他们正在进行这一场赋予时间新意义的炼金术。那些原本可能被通勤啊、家务啊，或者是一些无所事事的状态所占据的，甚至可能会引发焦虑和空虚感的时间片段，通过听播客这个行为，就被重新赋予了像学习、成长、陪伴、共鸣、放松等等这些积极的意义，从而呢，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焦虑，找到了内心的某种秩序感和确定性。这个总结很到位，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深层的解释。当然了，在肯定播客所扮演的这些积极角色的同时呢，这项研究本身其实也是非常审慎的。它也提醒我们，就是过度的依赖任何一种媒介形式，都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和风险。比如呢，会有什么风险？比如说，研究就提到，如果一个听众长期的只收听特定类型的节目，或者只追随那些观点跟自己高度一致的几个主播，那就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新的信息茧房。信息茧房，这个我知道。对，甚至可能更进一步陷入一种意义茧房。意义茧房，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说，在这种茧房里头，个体接触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本来就认同的观点和价值观，那么他原有的那个认知框架就会被不断的强化，这可能会导致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甚至不愿意去听不同的声音和视角，从而呢就可能限制了个人的进一步成长，也限制了他对这个复杂世界的理解能力。只听自己想听的，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固执己见。是这个意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也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播客所提供的这种通过声音建立起来的想象的连接，还有那种准社会的陪伴感，它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提供慰藉，这个作用是肯定的，但是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的替代现实世界中那些需要我们付出真实的努力去维系的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和那个社会支持网络呢？虚拟的连接和真实的连接还是有区别的。对，
这种虚拟的连接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让我们减少了投入真实关系的意愿和能力？就觉得，哎呀，反正我有播客陪着了，现实中的社交好像也没那么必要了，或者太麻烦了。这也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的方面。这两个提醒确实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全面也更辩证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播客热潮，不光是看到它的好，也要看到它可能带来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深入地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关于播客、关于时间意义、关于确定性的话题，这一切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它或许能让你对自己或者对身边其他人的媒介使用行为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你会意识到，我们日常看起来好像挺随意的选择，比如说你现在选择花时间来收听我们这个关于播客的探讨，这个行为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我们在应对现代生活、在管理时间、在寻找意义、在寻找掌控感的一种微小但却挺重要的尝试。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收听，每一次因为某个观点而产生的共鸣，或许都可以看作是你个人正在进行的一场小小的时间炼金。说得真好。最后呢，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吧，让你在听完之后可以自己再继续思考一下，回味一下。研究里都提到啊，播客之所以这么吸引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附近性。附近性。对，就是那种 relatability， 感觉很亲近，好像就在身边。还有一种本真性 authenticity。真实感。没错，很多听众都觉得播客里头的主播啊，就好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在跟你聊天一样，分享的都是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可能不那么完美，有点啰嗦，有点但是感觉很真诚，很接地气。这种真实感确实很吸引人。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人工智能，就是 AIGC 技术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是啊，日新月异。AI 现在不仅越来越擅长生成各种各样的内容，甚至开始能够模仿人类的情感表达，能够创造出非常逼真的对话，甚至是那种特别个性化的陪伴。已经有这方面的应用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未来，随着 AI 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越来越能够精准的、高效的提供我们当下可能需要的知识信息、情绪价值，甚至是那种完全量身定制的虚拟陪伴的时候，它会不会也逐渐的接管我们这种通过媒介来寻找意义、寻求连接，甚至夺回确定性的过程呢？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当算法能够比一个真实的人类更完美的，我这里打引号啊，更完美的满足我们对于确定性、对于知识、对于慰藉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通过技术更进一步的接近了我们想要的那个真实和意义呢？还是说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用一种更精致、更便捷、更符合我们期待的数字幻象，替代了那些需要我们投入真实的时间、真实的精力、真实的情感去经营的，或许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完美，但却更加鲜活、更加深刻的那种真实的生活互动呢？这或许是我们在拥抱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需要持续保持警惕，并且深入反思的一个长远的议题了。